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新剧被群嘲，章子怡罕线力挺，知名编剧评论区彻底失控。酱园弄3位顶流女星同台，赵丽颖演技争议引爆舆论，从台词生硬到眼神游离，编剧汪海林犀利点评引发粉丝混战。章子怡罕见发声却被指端水艺术。当流量遭遇演技质疑，沉默是金还是错失良机？赵丽颖不久前因爆粗口的行为受到了公众的嘲笑，这是因为她在新剧《酱园弄》中的表现令人尴尬，引发了大量的批评，连著名编剧汪海林也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她。在公众舆论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该剧的另一位主角章子怡罕见地为赵丽颖提供了支持，但细心观察的网友们发现，她的这一举动完全像是一位端水大师。赵丽颖的表演真的不尽如人意吗？章子怡是如何为她发声的？即便是顶尖的流量也无法拯救这部影片。谈及近期备受瞩目的电影《酱园弄》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影片刚确定上映日期，随后便在各大媒体平台上进行了连续的宣传活动。当演员名单一亮，观众的期待就达到了顶峰。无论是章子怡、杨幂还是赵丽颖，这3位明星单独出现都能为观众带来很好的观影体验，何况他们都在同一部剧中。众人都很好奇，这3位内娱女演员的职业生涯中会有怎样的突破与突破。此外，这部剧在前期的宣传环节也相当吸引人，众多的标签，如章子怡的复出、巅峰之战和女性偶像等，都让许多观众为之心动，纷纷走进电影院。然而，正是这种过度的期待导致了许多观众在离开电影院时，对这部电影产生了巨大的情感落差。有些观众在观看后被深深打动，认为这部电影成功地展现了女性的困境和力量。然而，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剧情过于缓慢，角色间的关系模糊不清，甚至觉得观看后感到头昏脑胀。这部电影不仅剧情遭到了大量批评，甚至剧中的演员也未能逃脱公众舆论的指责。赵丽颖是第一个受到批评的人，尽管她近年来的口碑相当不错，几乎在所有拍摄项目中都能保持稳定，很少出现失败的情况。但遗憾的是，在《酱园弄》这部作品中，她成为了第一个受到批评的角色。许多观众评论赵丽颖的台词显得有些生硬，她的眼神显得有些游离，甚至有些人认为她把原本应该尖锐的角色演绎得非常迷茫和无助。有些人甚至认为赵丽颖似乎还沉浸在古装偶像剧的世界中，没有从花千骨这样的角色中跳出。但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观众的感受是他们的自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业界知名的编剧汪海林也公开批评了他的演技。汪海林是内娱资深的编剧，他参与了《一起来看流星雨》、《铁齿铜牙》及《小蓝3》和《中华小当家》等众所周知的电视剧，这些作品曾是黄金时间段的热门之选。针对这部电影，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并且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潜在的风险。他首先对章子怡大加赞赏，认为她在眼神戏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气场。接着，他提到了杨幂，认为她的进步是意外之喜。当轮到赵丽颖时，他评论说赵丽颖的角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老师在授课，她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在大声喊口号，每句台词都像是在开一个大会。他还特别提到了花千骨，表示观众不喜欢受到教育，特别是花千骨的教育。这句话立刻激起了粉丝们的不满情绪。赵丽颖在花千骨中的角色绝非寻常，她标志着她的成名之路，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如果你用她的经典之作来讽刺她，粉丝们怎能不为之心动？正如预期的，汪海林在评论区突然失去了控制。赵丽颖的粉丝突然冲进来，开始猛烈地批评她，留言的数量如同海啸般激增。他们指责赵丽颖是在利用热度和私货来提升自己的存在感。
一些过于激烈的评论甚至让汪海林也无法忍受，他直接反驳说：“你不让我说，我却要说。你越批评，我就越说。”于是，他又发布了几条文案来回应这些粉丝的不满。但是，赵丽颖的表演真的那么不尽如人意吗？这实际上是相当主观的。表演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一场考试。有些人认为他是入戏的，而有些人则觉得他很尴尬。然而，目前围绕他的争论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他的表演水平，而是已经升级到他是否适合站在章子怡和杨幂之间的高度。赵丽颖是那种不擅长说甜言蜜语的明星，因此，当出现争议时，她的态度往往显得冷淡。很多人认为不回应就是默认，不与人互动就是心虚。但实际上，他已经有了这种风格。他不喜欢公开露面，不太喜欢炒作，并且在很多剧组的宣传中，他也不太愿意参与。在这次的酱园弄推广活动中，他未能出席某些活动，粉丝认为他被边缘化了，而黑粉则认为他只是在摆架子。众人都在深入了解他的所作所为，而在这关键时刻，章子怡站出来为他辩护。大师端水。尽管赵丽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但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总需要有人出面发表意见，否则可能会导致局势失控。因此，章子怡罕见地为赵丽颖提供了支持。在路演中，章子怡透露，在下半场，她的戏份相当重，并且还有很多对手戏需要与她对戏。这也算是对赵丽颖角色的一次证明，表明她在剧中的戏份确实很重。许多网民将章子怡的行为形容为端水艺术。考虑到她和赵丽颖都在同一部电影中，如果某人受到过多的批评，可能会对电影的整体评价产生负面影响。章子怡的行为并不是为了迎合观众，而是为了她自己的角色。她的身份并不容许她与任何一方产生冲突或站在明显的立场上，这种方式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的人情世故。然而，在这关键时刻，赵丽颖的反应变得令人深思。章子怡在公共场合为她发声，评论区里满是赞美，但赵丽颖本人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回应。她在社交媒体上的反应更像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宣传，缺乏互动。有些人认为她对社交礼仪一窍不通，失去了一个改变命运的绝佳时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她或许只是不想利用他人的帮助来自救。毕竟，她并没有经历过风风雨雨，也不是第一次受到质疑。她可能会觉得口头上的解释不如作品的真诚，演技不能打，依赖角色的说话，而不是人情的帮助。然而，这种行为在一些人眼中似乎变得过于傲慢和不尊重。她并没有出现在红毯上，首次公映也没有露面，甚至连路演也多次缺席。当观众看到她在明星名单中的空出的位置时，他们本能地认为她被边缘化了。稍微了解赵丽颖的人都明白，她并不是一个擅长社交的人。她的性格比较内向，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但对于外界的评价，她有时真的不愿意解释，因为一旦她开口，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赵丽颖是否能够摆脱当前的困境？赵丽颖在过去2年中最令人费解的部分，并不是她的演技如何，而是她真正想要走的道路。她曾通过连续的古偶剧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从《陆贞传奇》走红到《知否》，每一次的发型变化都成为了众人热议的焦点。然而，现在的她非常渴望进行角色转变，希望摆脱观众对她的刻板印象，想要扮演一个真正有深度的角色。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她还需要找到合适的角色，并组建一个合适的团队。酱园弄原本是她打破僵局的绝佳机会。有3位女主角，她们是一部正剧，情节丰富，台词众多，正是那种能够展现出不同层次的角色。然而，这一次赵丽颖的台词却显得毫无情感，完全没有触动观众的心弦。不仅如此，她的另一部电视剧《造成者》的预告一经发布，
便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舆论热潮。尽管这部剧本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朱媛媛的预告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足以让人动容。她甚至能在病重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生命来支撑角色，这种情感深度让观众不由自主地被深深吸引。与赵丽颖相比，她的表演技巧显然有很大的差距。不得不说，她的演技实在是不尽如人意。并不是这样，只是没有惊艳之处。即使你观看了这个角色，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反而会觉得他还在摸索，没有完全融入其中。那种几乎完美的体验，真的让人感到不舒服。赵丽颖并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瓶颈感的演员，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每一位演员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想要突破但总是碰壁，想要改变但结果却没有人愿意接受。更加困难的是，他还需要面对饭圈文化带来的额外负担。他的粉丝非常强势，经常发火，不允许别人批评他，哪怕是一点点。因此，那些原本打算冷静地讨论赵丽颖演技的人也被吓退了，害怕一旦说错话就会被贴上挑事的标签。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赵丽颖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孤立，因为周围没有真正的反馈，只有粉丝过分保护她。观众希望给予她更多的时间。她并不是因为出道就迅速走红的幸运者，而是凭借10几年的努力和坚持，成为了真正的实力派演员。然而，她必须明白，观众的耐心并不是无穷无尽的，不能仅仅依赖过去的作品来保持良好的口碑，也不能总是用沉默来反驳质疑。她需要不断证明自己还在不断成长。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花千骨年代停滞的赵丽颖了。赵丽颖的新剧一经播出，迅速登上了热搜榜。然而这次，她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收获满堂彩，反而陷入了巨大的舆论漩涡。一方面，演技被网友群嘲，甚至被一些所谓戏骨粉拿来与章子怡、周迅等人反复比较；另一方面，网友的口水战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蔓延至剧组和评论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素来行事低调的章子怡此番罕现发声，为赵丽颖力挺，瞬间引爆舆论。与此同时，知名编剧的社交账号评论区也彻底失控，无数观众和粉丝各持己见，展开激烈争论。这场围绕赵丽颖演技的风波，不仅呈现了娱乐圈内部话语权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大众审美与专业评价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演艺之路来看，赵丽颖一直不是传统意义上学院派的代表，她没有深厚的表演科班背景，也不是起步就被业内捧在手心的天之骄子。但就是这样一位草根逆袭的演员，靠着一部部作品累积人气，用实干派姿态在娱乐圈一步步走到了当红花旦的位置。他曾凭借花千骨楚乔传知否知否打下稳固基础，也曾凭借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拓展演技维度。但这一次，在新剧造成者中，他却未能延续往日的零差评神话。有观众认为他的情绪处理不够饱满，眼神表现有时游离，特别是在几场高强度对峙戏份中，有些吃力感。甚至有人直言赵丽颖不适合演职场女强人，气场不够压人。这些言论一时之间充斥各大平台，让一向低调、专注于作品的赵丽颖也无从回避。而就在众生喧哗之际，章子怡在某次访谈中突然说道：“赵丽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器晚成，而是一直在突破和进化，她的用心，我看得见。”这番话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反应，有人惊讶章子怡为何会为赵丽颖发声，也有人感动于两个在不同阶段发光的女演员间的惺惺相惜。章子怡的力挺不仅是一种认可，更像是一道分水岭，让一些原本盲目批评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赵丽颖的表现。然而风暴并未就此停止。知名编剧陈涛在个人账号下本想分享一些剧作构思，不料评论区却被赵丽颖粉丝与黑粉攻占。有人指责剧本不给赵丽颖发挥空间，也有人抨击选角问题，
甚至还有激进声音直接将矛头指向导演和制片人。这种情绪化的对立也映照出观众在对待演员评价时的某种极端化倾向，不是神就是糟糕，缺乏中间地带。从这场舆论风波中可以看出，大众对赵丽颖的期待极高，她的一举一动都容易被放大。正如一位理性网友所说，赵丽颖的问题在于，她已经成了标杆，一旦表现稍弱，就会被拔高之后落下的效应反噬。这是她的荣耀，也是她的负担。而章子怡的评价恰恰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赵丽颖的成长不该被一两场戏否定，更不应该因暂时的争议而被抹杀她在角色背后付出的心血。值得注意的是，《造成者》这部剧本身就充满挑战，它以都市建设为题材，聚焦女性在变革中的角色定位与抉择。这类题材不同于古装或偶像剧，它需要演员用更加生活化的方式呈现人物内心的剧烈波动，对情绪、节奏、神态的要求极高。在此背景下，即便是资深演员，也会有调整与磨合的过程。赵丽颖能选择这样一部作品，本身就已经显示出她想要突破舒适圈的勇气和企图心。她不是在重复自己，而是在不断挑战未知。在种种争议中，赵丽颖并未正面回应，而是选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几张旅行照片，阳光、草地、休闲装扮，透露出她内心的平静与自持。有人说这是逃避，也有人认为这是淡然。其实不管是何种解读，我们都应该看到，赵丽颖选择用沉默、用行动回应争议，而不是用言语去争辩对错。这种态度与章子怡所衬的突破与进化相契合。她没有被一时的评价打乱节奏，更没有被外界的声音扰乱方向，而是继续用角色和作品去证明自己。今天的娱乐环境变化太快，网络言论成为左右舆论的关键力量。一个艺人，即便有着再多的努力与诚意，也可能在瞬间被流量裹挟，陷入是非漩涡。王一博消失内娱，却在每周之巅霸屏热搜。探索心境2太燃了，征服每周，奥斯卡团队加持的极限征程。自今年4月官宣启动探索心境2以来，王一博便消失在常规娱乐版面，一头扎进每周的壮阔山河。更令人振奋的是，本季节目迎来奥斯卡级导演团队加盟，凭借徒手攀岩斩获奥斯卡的金国威 Jimmy Chin 亲自操刀。两位强者的碰撞，让这场穿越美洲的探险之旅充满无限可能。从加州优胜美地的传统攀岩路线，到内华达州红岩峡谷的 EPINEPHRINE 5.9 级高难度岩壁，王一博的身影出现在一个又一个极限运动圣地。而计划中的高空跳伞、激流漂流、山地自行车等极限项目，每一项都在挑战生理与心理的边界，也印证着他那句“生命只有一次，我想要活得更加有趣、精彩”。双引号，不在江湖，江湖却有他的传说，顶流热度的非凡密码。令人惊叹的是，即便在封闭拍摄期间，王一博的热度依旧居高不下。微信指数持续高位，社交媒体话题不断。为何一个远离内娱的艺人能保持如此持久的热度？答案藏在王一博的《地球玩家》是事业版图中。当别人卷红毯造型时，他卷的是极限运动技能；当别人争抢热搜位时，他拿下的却是泰利奖金奖，这个被誉为美国电视界奥斯卡的顶级荣誉。全球50多个国家的 1.3 万部作品参与角逐，获奖率不足1%。评审委员会由 BBC、Netflix、国家地理等机构的250余位顶尖专家组成，其含金量不言而喻。又括号，未来可期，从美洲岩壁到世界舞台，人生是旷野，这句流行语在王一博身上得到完美诠释。别人拍戏间隙休息，他在拍戏间隙征服地球。如今美洲大陆的壮阔画卷，正是他体验派人生的最新篇章。当内娱市场还在流量漩涡中打转时，
王一博用行动证明，真正的顶流不是被市场定义，而是自己创造市场。他的成功开辟了一条新路，不困在流量里，而是用实力拓宽边界。从演员、歌手、赛车手到纪录片金奖制作人，王一博不断刷新着公众对艺人的认知。这位在岩壁上刻下青春印记的探索者，正在以最硬核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青年的极限远不止于此。当许多观众还在疑惑为什么最近在国内荧幕上难觅王一博的身影时，他却已经悄无声息地登上了美洲高峰，用一部热血纪录片探索心境2再度点燃了大众的关注。没有密集营业，没有综艺曝光，甚至连内娱的热搜都鲜少露面，但王一博却靠着实力和真实，将名字稳稳地挂在热搜榜上。这种隐身式霸屏的存在方式，不仅颠覆了我们对流量明星的传统认知，也再次验证了他那股悄悄努力、惊艳所有人的力量。探索心境2延续了第1季真实、挑战与深度并存的风格，而王一博作为主要嘉宾，在这一季中的表现堪称惊艳。他不仅身体力行地完成各种高难度的任务，还首次挑战攀登美洲险峰，面对高海拔、低温、狂风以及极限地形，在镜头前的每一次出发都显得沉稳坚定。与其他为了节目效果而刻意制造话题的综艺不同，探索心境2更强调真实记录和内在成长，而王一博也用行动证明，他不仅能驾驭角色、舞台，也同样可以在险境中展现真正的探险精神与团队担当。这一次的热搜，并不是一张机场图或营业自拍换来的，而是一张张登山途中被外媒摄影机记录下的画面，是徒步雪山时那双通红却坚持不懈的眼睛，是登顶瞬间汗水与喜悦交织的笑容。有人感慨，这已经不是一个流量明星的操作，而是一个冒险者、纪录片演员甚至文化输出者的姿态。王一博用行动告诉我们，他已经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道路，哪怕这条路并不热闹，甚至孤独，却充满价值与意义。事实上，王一博的这种低调输出路线已经不再是偶然。从赛车赛道到纪录片现场，从影视角色到户外冒险，他始终在挑战和突破自我，从不拘泥于娱乐圈传统的曝光规律。他的消失并不是懈怠，而是沉潜。他的热搜也不再依赖炒作，而是源于大众自发的点赞与热议。这种从内容出发，从真实触动观众的方式，恰恰是当下娱乐行业最稀缺的品质。尤其是这一次在探索心境2中，我们看到的王一博是真正的靠自己的样子。他没有剧本，也没有滤镜，更没有人为制造的冲突和剧情，只剩下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然和真实的挑战。他在极限环境下的专注和冷静，展现了专业精神，也让许多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们熟悉的那个跳舞、唱歌、演戏、飙车的王一博，还能如此贴近自然，甚至以一种朴素却坚定的方式感染我们每一个人。这种感染力不只体现在他的表现上，更体现在他背后的意义。在这个浮躁的娱乐环境中，他没有选择去蹭热度、搞人设，而是用一部纪录片、一次攀登、一场跨越山川与文化的旅程，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新的榜样。他代表的已经不仅是一个偶像的形象，更是一种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勇于探索，不惧挑战，脚踏实地，不随波逐流。不少粉丝在看完节目后表示，这才是真正让人破防的内容。他们感动于王一博的坚韧与认真，也敬佩于他愿意远离镜头喧嚣，投身大自然的勇气。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在节目中那些简单却意味深长的话，比如有时候你越是安静地做事，世界就越会听到你。这句话仿佛也是对他过去这半年神隐的最好注解。他不是消失了，而是选择在更广阔的天地间修炼自我。这种沉静中的力量，其实也是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感。不像过去靠频繁营业来维持热度的艺人，王一博用事实证明，真正有能力、有作品的人，
不需要靠曝光生存。他可以在每周雪山顶峰而立，也可以在热搜上引发万人讨论，而这一切的起点，只因为他始终在认真生活，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探索心境2的拍摄即将接近尾声，但王一博这场不靠圈也能发光的旅程，似乎才刚刚开始。如今的他，不再只是那个舞台上的少年，也不仅是荧幕上的演员，更像是一位在不断进阶的青年样本。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向内生长、外放突破的能量，值得所有年轻人去共鸣与效仿。最后，想对所有正在关注王一博的观众说一句，在这个娱乐圈变化飞快的时代，有人选择被掌声围绕，有人选择走在聚光灯下，而王一博选择走进山林，走向远方，去靠近更真实、更艰难但也更有意义的世界。他的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对自己和世界的重新定义，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怀着敬意和欣赏，继续陪伴他，静静看他走得更远、更稳、更自由。所以，如果你也曾因为他的一次舞台而动容，因为一个角色而入坑，因为一次探险而重新思考人生，那就别吝啬你的鼓励与支持。因为像王一博这样的人，正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力量代表。未来还有更多心境等待他去探索，也等待我们一起见证。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